我们两个相识在南京，那个时候我们俩是因为舞蹈而认识的。我们在南京相识，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吧，也是一见钟情。那个时候他邀请我去他的家乡旅游，他专门为了我买了几百个蜡烛，然后拼成了一个心形，当时非常的感动。到后来他为了我，然后到了南京，我们两个一起经营一家舞蹈工作室。在工作上面的问题经常让我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有的时候甚至大打出手。后来我们选择了这个放弃所从事的舞蹈职业。我现在其实非常的想回到南京，然后继续我的舞蹈事业。我毅然带着他去我家，妈妈整天找我谈话，说他太懒，在家连一条内裤都不洗，甚至更可恶的是，有的时候说我想给我妈早点要个孩子，他说那你妈自己养。为了跳舞，我觉得可以放弃很多东西，比如说爱情啊、家庭啊、父母啊，然后都可以放弃掉。我现在就希望他能放弃舞蹈这个白日梦，能够好好的跟我回家开餐馆过日子。事业的矛盾，父母的反对，他们的爱情会有结果吗？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这样一对恋人。来嘉宾赵晨，24岁，山东自由职业，年收入10万；女嘉宾王倩，23岁，江苏舞蹈教练，年收入5万。来，有请两位，有请。赵晨是专业学舞蹈的，对不对？对，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对，8岁开始学习舞蹈。8岁就开始学，你是怎么就想放弃舞蹈，开始要去开餐馆呢？我记得高晓松说过一句话：艺术永远是一个当酒喝的东西，不能拿它当饭吃。你怕你们俩吃不饱饭是吧？对。王倩这么认为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觉得我们还年轻，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等到我们都跳不动的时候，再回头看看我们曾经，就会后悔，没有为了我们的兴趣爱好而执着下去。也许大家会觉得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似乎跟他们的爱情没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赵晨实际，我看过你的资料背景，我知道赵晨家等于这个餐饮是做成了产业，在全国有很多分店。算是。赵晨当时去了南京，对吧？南京。是陪妈妈去打理家族的生意。对。有一天，因为自己是学舞蹈的，就到一个舞蹈工作室，那个时候就见到了现在的王倩，是吗？对。第一眼什么感觉？就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你那个时候知道他是一个咱们现在的时髦语叫富二代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知道他是个富二代的？去他们家的时候，因为他开着车，而且还有很多朋友，他朋友告诉我的。什么感觉？还是有很大的隔阂。不踏实。对。但是小片里面说到了，后来你们又开始创业，去做工作室。一个北舞学舞蹈的，一个跳现代舞的女孩，那肯定有很多的生意，怎么后来黄了？追根到底还是我们俩自身的原因。你们俩怎么了？我们俩经常在公司里吵架，因为工作，在公司里动手打起来。你们俩还在公司里打架？对，最激烈的一次就是，因为一点点小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先是吵，然后当时我的学生都在外面上课，然后我在办公室里面和他吵，然后最后就是很惨的，就是我眼睛整个都是肿了的，然后脸也是肿了的，然后下面全是淤青那样子。他用什么攻击你的？旋风腿？对，差不多吧。真的假的？真的。那时候我是实在忍不住了，那我挨打的经历差不多挨了1年。你踢一下好吧？踢一下，轻点。我不踢，这不这个吗？对吧？就这样上去了？没有用脚，用手。你忍了他1年多？是。他打你？对。好文静的姑娘会打人吗？是啊，我感觉上当了嘛。后悔吗？后悔的感觉反正是有，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特别深。好。王倩，其实我知道哈，就是现在很多女孩子找了一个又喜欢自己，家里面很有钱的一个男朋友，一般都要牢牢的抓住，
你干嘛不抓住，非要说我要去搞个什么舞蹈工作室？我觉得人一定要独立，不管说是男人是女人，我觉得人都要去做一份自己的事业，我觉得那样我的心里才够踏实。可能正是因为他这样的思想，所以在你家里他表现得特别懒惰，是吧？那相当懒惰。举个例子。我说了，我怕大家笑啊。有一天我回家，狗的碗装水的碗打翻了，水洒在地板上，然后他就坐那儿上网，水就在他面前。我问他你怎么不拖一下呀？他回答我是这样的：不用拖，狗什么时候渴了舔了就喝了。啊，就是很无奈，很无奈啊。其实以前在南京的时候，在家的时候我还是挺勤奋的，我妈经常夸我聪明又能干。但为什么到了未来的婆婆家，到了男朋友家里面却？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地方我有点孤独，就是人生地不熟的，然后我很想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没有人能认识我，每天坐在那儿就是上网，然后看看书，我觉得那样就挺好。有自己的爱人在还会孤独吗？因为他每天都很忙，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而且他不喜欢就是那种比如说让我和他一起去工作啊，然后帮我介绍一份很好的工作，他喜欢把我就是放在家里面。为什么他不可以去工作，自己去跳个舞什么的？就他那种性格不大合适在社会上打交道啊哈。哪怕工作，我怕他把人都给得罪了。我跟你说，到我家。谁都懂得在婆婆家住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就从来没收拾过一次房间啊哪儿的。这个我们看到了两位年轻人的一个所谓爱情观念的一个冲突点。那接下来还有问题，就是在片子里面提到的，你说想让他给家养一个孩子，而且我知道王倩其实是有过这样做母亲的机会的，对吧？后来呢？后来就那个了嘛，没了。那个孩子你想要吗？想要。那看来王倩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可以要，对吧？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都还年轻，没有到那个就是可以去养一个孩子的程度。万一说我们俩在婚姻上有一些什么差池的话，我觉得那样对他和我都不好。你想的好多哈。小赵想过这些问题吗？我想的是，我年轻的时候早点有了孩子，妈妈可以早点抱孙子，他将来可以看到孙子结婚啊，孙子的孩子。孩子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在你心里有一些阴影？很大一块一直都有。也就是说，他决定不要这个孩子的时候，你们的感情已经向其他一个方向走了，对吗？是我最受不了的是，有的时候发生点什么事儿，他就会用这个事儿来。好像要挟你似的，说我怀过你的孩子，是吧？对，就这种感觉。其实这个事情确实对女生伤害比较大，对吧？对。我们要了解他。所以今天来到这里，两位年轻人的现状，大家基本看到了一些。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真心瓜子丘比特问卷。刚才我也听到了说王倩的梦想是舞蹈。你们也是因为舞蹈而相识的。对。那么今天你让他放弃这份舞蹈，你觉得有没有是一种亵渎呢？我的意思是，先做生意，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去国外进修1-2年，再回来继续把它当成一种爱好啊，当成酒去喝它。刚才我听到你说他不太与社会上打交道，这方面呢不是他的擅长。对。如果把他放在家里面，以后如何又接触社会呢？有想过吗？我想过，所以我会给他买一些书。仅仅看书就可以能够帮助他和别人打交道吗？对，很多人跟我讲过，说你应该让他自己去碰石头，对，去撞墙，怎么样的。但是我总是放不下心，忍不下心来嘛。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最大的快乐是自己最喜爱的东西能够成为自己根深立命的饭碗，并永远为之奋斗。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往往从事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但是要养家糊口，这是很痛苦的矛盾。但是我想告诉王倩的是，不是说走人生道路就不能够不去面对现实，反而相反，你更是走艺术道路更要面对现实，因为脱离了现实的艺术那是个谎言。其次是男方，女人是形式思维的典范，逻辑思维的障碍。你如果说用你的方式去劝解她，说
这个那个东西不值钱，我们还要过日子，我们还得挣钱吃饭。你以这套方式说服他这样的心态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吧？你现在沉下心来了，你有这样的一个转变，那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的家庭，而我们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女方是很仇富的。但她这种仇富心理，并不是由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某些过程当中，可能你在无形之中表现了某些东西，使她感觉到她与你们之间是有差距的。对。有吗？有，他跟我说啊，就是有时候不是那种，就是说你能不能帮我怎么样，他就是你去给我怎么样，就是那种很盛气凌人的那种，让人很难一时接受得了。但是我觉得是王倩的是你很不争气，你虽然很有理想，你很仇富，但你不能脱离这样的生活。你表面说你脚踏实地，你连短裤都不洗。你不每句话都自相矛盾吗？你如果要是争气的话，能够在台上让你今天所说的话，我是一个忠诚的艺术主义爱好者，我要踏踏实实的走我的艺术道路，就即使是穷困潦倒终生，我也愿意付出努力。那你表演给我们看呢？让我们看到你是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孩啊，对不对？那我们会为你为艺术的狂热而付出鼓掌。涂磊老师提醒你的是，脚踏实地的去认真思考，而不是活在自己的一个梦境里，对不对？接下来听听双方父母的一些意见和见解，让我们来进入踏浪旁观者清。今天赵妈妈来了哈，这个女孩子您喜欢吗？这个媳妇儿？刚开始吧，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的。就是在我们家住几天以后，我发现她特别懒，所以说呢，我不太认可。不认可？啊，那您心目当中的儿媳妇是个什么样子的？想她比较勤快一点啊。能独立的生活。她连独立生活能力都没有吗？我觉得好像没有。哦。会不会说家里条件太好了，所以会让孩子一下不适应，有些压力呢？不是故意在犯懒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吧，他到我们家以后，我对他照顾，我觉得是很好的。倩倩，你说对不对？对。我就是看不惯他有点懒，在别的什么还可以吧，就是有点懒惰。王倩对赵妈妈说的话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解释一下嘛，我觉得总是好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在赵晨家住了一段时间，我觉得阿姨人非常的好，然后对我也很照顾。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我不是冲着您来的，我只是对赵晨他有些不满意。然后我觉得，既然我们两个在一起生活，那就有我们两个人的世界。我觉得就是有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双方的父母都不要去干涉。这话说得好，绵里藏针哦，双方父母都不要干涉。接下来我们这样哈，听听王倩妈妈，王倩妈妈有什么说的？喂，你好，你愿意您的女儿嫁给赵晨吗？说实话，我不是太同意，我觉得她的年龄太小了。我想让我女儿找一个大3、4岁的，大一点的。为什么？我想呢，能多照顾我女儿吧，就是能尽量的多包容。因为我小时候对她照顾也没有照顾到。哎，您为什么说她小时候您没有照顾到她？因为她跟她父亲嘛。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说，在她很年幼的时候，实际您跟她的父亲的情感也出过问题，是吧？哎，对，因为她父亲就是给我是同岁的嘛。哦。好，谢谢妈妈哈，谢谢王妈妈，谢谢你的意见，再见。谢谢主持人啊，再见。王倩等于是跟爸爸拉扯你长大的。对。单亲。单亲。还有多少年？从小开始。赵晨他的这个经历你知道吗？知道，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经历，所以我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原谅他的一些做法也好。他有特别过分的做法吗？有啊。举个例子吧。我们在开公司的时候，几乎天天夏天嘛，天天不敢穿那个鸡心领的衣服，全是圆领的，因为这边全是血痕，被他挠的。赵妈妈知道这些吗？儿子被抓。是的。特别心疼吧？心疼的。我8月份的时候我去过南京。我第一次见到我儿子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胸前有很多的血痕。我就问他，我说怎么回事？他开始不肯讲，后来我就
追问，后来他跟我讲说倩倩给挠的，当时吧我就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我说儿子你受的委屈太多了，长这么大我从来都没打过他一下。这是假的，打过我。打过吗？打过。但是我没打过是打过，没有出血吧。王倩听这个赵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做解释吗？不做解释，因为这是事实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赵成完全可以让他独立，你自己干你自己的活儿。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才能互相成长，并且有了距离之后，才能更加看清楚彼此对方的缺点。这样的话，可能彼此还会更加在乎对方。也许吧。你为什么哭？就是很多朋友还有很多就是亲人都给我意见，因为很多朋友也认识赵晨，他们说就是他现在还不够到达那个结婚的层次，就是那种思想。就是有时候他跟朋友在一起相处和站在舞台上是完全两个样子。你的朋友全是90后的。其实爱情有的时候真是两个人的事情，别人的话要去参考，但不应该全盘接受。我在听你的那个叙述里面，他有几个词挺有意思的。我们一些人在评价他的时候，你想，如果一个女人老是经常用别人的意见跟一个男人去对话，那我想这个男人会累死了。因为可能赵晨不是跟王倩在谈恋爱，而是跟王倩的姑姑、王倩的姨姨、王倩的好朋友、王倩的好舞伴在谈恋爱，那会很累的。我相信今天通过3位老师的分析，包括赵晨妈妈的意见、赵妈妈的意见、王倩妈妈的意见，今天也算有一个敞开心扉的过程。接下来我们黄金60秒，来，看着对方的眼睛去表白，好吗？赵晨先开始，请表白。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就是你其他的毛病，包括懒啊、没有主见啊、脾气暴躁啊，这2年来我都能忍过去。我觉得从中我也成长了不少，但我只希望不要在我的父母面前那么懒，那么不懂事儿。我们2个人的世界里面怎样都可以。我希望你能敞开心胸，不要什么事情都想到自己。只有你把爱给别人，人家才会给你爱。没有了吗？好，王倩，你的希望是什么？面对赵晨。我希望你以后能够不大男子主义，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是哪怕对我说话的时候，你能语气低一点，不要再那么盛气凌人。因为我是你的女朋友，并不是你的下属。还有就是，我希望你以后能尊重我自己的选择，什么事情先问一下我的意见。还希望你早一点创出自己的事业，为我们创造一个真正的家庭出来。就这样。听明白他的希望了吗？我听明白。OK， 好，2位请回到原点。来，请关门。我希望你可以打开你的心扉，让更多的人走进来。我希望你可以创业成功，我希望你可以平等的来对待我，这是对这对年轻恋人的心声。现场的观众朋友，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选择你所看好的，来，请选择。现场的观众调查结果好像觉得分手的朋友会更多一些，大家看到了这对恋人情感当中的问题所在。那么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5秒钟之后门将打开，结果将呈现于我们的面前。来，一起来，5、4、3、2、1，请开门。不记得，不在，你拥有多少风雨。
妈妈，尊重儿子的选择吗？尊重儿子的选择。这么惯他啊？你都快哭了，你是激动的还是？不是嘛，儿子的幸福啊，我就开心嘛。啊，你都不跟未来婆婆说一声啊？感谢阿姨，不知道在多久以后会叫您妈妈，但是谢谢。行啊。大家其实最想看的就是问题解决了之后求婚那个瞬间哈。赵晨好像很木然是吧？我还在难受当中呢。你为什么难受？就是我主要想那个我们的专家评委能帮我把他的毛病解决的再彻底一点，然后那个。可是我觉得已经解决的很彻底了呀，还想多彻底呢。赵晨，我告诉你，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一会儿这3个人一定会说，赵晨现在是你的问题更大了啊，要包容。来，有请小花童，来有请。我真的很想结婚，和你结婚，跪就跪得潇洒一点，是吧？一路有多少风，哎，这没自己带的。我比较主动。是应该这样。好，我们感谢天津东尼佩奇钻饰为本节目订婚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好啦，郭阳啊，谢谢，真的定了哈。嗯。往前走哈。真的往前不往后走。互相包容啊。啊，要走也是转着圈走。啊。那你们走吧。啊。用你们自己的方式走吧，祝你们幸福。来，请离场。谢谢。